本来我对这种迷信的事是深恶痛疾的，不过在老人家面前也只好唯命是从。我们上香点烛之后，个人叩了3个头，四府就抓起签筒，摇了好久，跌出一根64签上签来。签上说：此日逢君赴远游，涛声翻影或银眸，衣食鸡棚山上，轻浮尘间滴流。四府看了，高兴得很，我更高兴，乘机就把500元装票塞入他的口袋里。他说：这笔钱留待你回来之后再送给我，我一定接受。我们走出大殿，外边广场上有一个老人家，赤了膊，在练拳举重，一个仙人担有200-300斤重，他似乎毫不费力，轻轻松松地举了起来。我看得发呆。那位老人身材瘦得很，两目炯炯有光，对我四父含笑点头。四父命我叫他一声石老伯，并告诉我说，这是一位伤科医生，名石孝山，他的父亲叫石敬山。他有2个儿子，一个叫石小山，一个叫石幼山。从前你小时常常脱戒，都是我领你去请这位老人家同你驳好的。石老先生听了我四父的话，笑了起来，指着我说，这是老话了，那时他只有5-6岁，现在大概也在赚钱了吧。四父说，现在他也在当中医，名字叫做陈存仁。石老先生顿时向我拉手说，你出道不久，已经小有名气，真是人才。说着一定要拉我们到他的医馆中去饮茶。那时医馆中已挤满了人，都由他的2个儿子小山、幼山在处料理一切。经过介绍之后，石小山对我的印象极好，坚持要同我结为异姓兄弟，所以我后来和石小山彼此换了一个蓝帖，之后大家就称兄道弟。我和四府在回家途中，心中忽然想出一句妙语，就对四府说，你昨晚的一个梦竟然应了这次我出国的吉兆，因为你的名字上下是子安，梦中见到的是一个玉盘，现在又见到一位老人家是姓石的，那么合并起来，岂不是出国之行安如磐石吗？此语一出，四父莞尔微笑说，那么你就到日本去走一次，以了心愿吧。初次出国，一路顺风。从前上海，要是有人离开本土而出国去的话，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。因为上海人有句俗语，说是在家千日好，出门1日难。又说出门1里，不如屋里。所谓屋里，即指家里而言。认为离乡别井，毕竟没有在家里来的舒服。尤其是上海城里的人更是保守，要是不为生活所驱使，很多人1年之内连租界都很少去。这种自满苟安的习气，比起沿海一带，如浙江定海、广东四邑和福建福州等地的人，自小就有向外发展的愿望，上海人是远远比不上的。我上次远游广州、香港，一般亲友已经认为我有勇气竟做千里迢迢的远游。这次我要去日本，亲友们竟人人感到骇然。老年人且认为我家有老母，怎能出门？所谓父母在不远游，是指我不应该这样的。那时节，一小部分人到美国去，叫做镀金；到日本去，叫做镀银。虽然我到日本不是读书，但是能够到日本走一次，在一般人看来，也有一些镀银的光辉，羡慕得很。因此消息传出之后，亲友们纷纷设宴饯行，有几位城内的老乡绅还特地封了红封袋，里面放入2块钱，外面写着诚宜2字送给我。其实那时我办理出国手续还忙无头绪，因为那时要领到一张护照，是一件极困难的事情，没有人事，
没有录到是拿不到的。幸亏我有一位叔岳父王尔陶，他是留学生的老前辈，我去请教他，他说凡在民国6年1917之前，世界各国来来往往都不用护照的，你要到哪里就到哪里。只有少数外交官员需要驻在国的保护，才有一张1尺见方的护照纸，平民反而是用不到的。民国6年之后，情形就转变了，任何一个国家，凡是入境的人都需要一张派司，所谓派司，即是指护照而言。上海人要领这种派司，就要到南京外交部去申请领取，你既非商人，又非学生，等1年半载是意料中事。因为那时还没有旅游的名目，无缘无故到外国去游玩，不但中国没有，连日本也是稀见的。所谓旅游事业，在那时听都没有听过。我一听到要向南京外交部去领护照，头都痛起来，在没有办法之中，就去请教姚公鹤老师。姚老师说，我家有一位常来吃烟小叙的朋友，姓焦名义堂，他是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。焦义堂后来做到最高法院院长，兼任中央国医馆馆长，不如请他写一封8行书，介绍你到南京外交部去走一次，要便利得多。焦是每周末一定到上海来一次，来则必然会到我家来。于是我就很耐心地等着。果然，几天之后，在姚老师家中给我碰到了焦义堂先生。经姚师介绍后，焦氏马上掏出3张卡片来，各写上几句话，并且说外交部在上海有一个驻沪办事处，他有几个陕西同乡在里面当秘书，这件事是没有问题的，不过公文的传递恐怕时间很久。